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花千骨2正式启动，赵丽颖确定不演，原本人马已彻底无望。说起仙偶剧，赵丽颖、霍建华等主演的《花千骨》无疑是经典中的经典。在那个特效没有太过出彩的时间点上，《花千骨》凭借着虐心的剧情、主演们全员演技在线的表现，成为了当时最为火爆的剧集。直至今日，每提起，都依旧让人回味无穷。在第一季的耀眼成绩下，在此前正式启动筹备的《花千骨2》，自然也就成为了网友们关注和热议的焦点。根据此前曝光的备案信息，《花千骨2》将会以白子画和花千骨平定6界大乱，1000年之后为故事背景，讲述了6界之首的龙神云岚意外唤醒了花无心，为了拿走花无心的洪荒之力，云岚被迫与其踏上了一段寻心之旅的故事。从人物相关设定来说，《花千骨2》将会是全新的故事体系。女主花无心大概率会是花千骨的女儿之类。相比起第一季，第二季显然是更偏向于男女主探险历练为主。整体的剧情看点虽然也足够充足，但却很难有第一季来的精彩。除了剧情看起来有点不太够看外，花千骨2的阵容或也基本无望原班人马来出演。首先就是赵丽颖显然是不会回归的。已经36岁的赵丽颖，虽然颜值和状态依旧抗打，个人的演技也是无可挑剔。此前与凤航中的表现更是让人十分的惊喜。但赵丽颖毕竟不是当初的小骨，再度回归《花千骨2》来出演少女，显然是有些不太合适了。并且现如今的赵丽颖已经开始转型，作品类型更多是偏向于更深层次。若是一些诸如《甄嬛传》之类的古装，或许还会考虑。纯粹的仙偶剧，赵丽颖已然是没有太大的意愿来出演了。再者，霍建华更是不太可能再来演仙偶剧了。这几年霍建华作品数量锐减，沉寂2年后也是选择了诸如《玫瑰的故事》这样有深度的都市剧复出。即便是出于个人状态，又或者是意愿而言，霍建华看起来都不会再来演《花千骨2》了。诸如李纯、徐海乔等主演们也将会是同样的情况。即便是会参演，那也只可能是客串罢了。因此，《花千骨2》若真要开拍，那必定是将以全新的阵容来演。只不过没有了赵丽颖、霍建华等原班人马的加持，再加上又是全新的剧情体系，《花千骨2》除了名字有点关联外，其他的内容将会是完全崭新的。这样的情况下，剧集能有多少竞争力不说，就单单是在口碑上，或都将受到诸多的质疑。并且在有着赵丽颖等人珠玉在前的情况下，谁能来演《花千骨2》，或都将是一个问题。放眼影视圈，能有赵丽颖小骨时那般有灵气的小花，可谓是屈指可数。赵露思、虞书欣等95小花，显然是不愿意来出演这样一部作品的。被称之为小赵丽颖的赵晴，演技上还不够纯熟。在1中005花和05花中，倒是有诸如黄洋、电田、艾米等人，有一丝当年赵丽颖的灵动感。只不过在热度上还是差了那么一点。综上所述，《花千骨2》虽然已经确定要拍，但阵容上的选取会是一个极大的问题。若最后没能选择一套有颜值、有演技又有热度人气的主演组合的话，那剧集的成绩和口碑或将很难有保障。2. 同样是无台词哭戏，张钧甯和赵丽颖却给了观众不一样的感觉。电影《默杀》最近热播，仅2天便斩获8亿元的票房，演员的演技真的是让人赞不绝口。至于剧情如何，暂且不提。这部电影《默杀》以沉默为主题，突出了情感表达不依赖语言的多种方式。
演员的演技在没有对话的情况下会面临更大的考验。从演技派王传君到张钧甯，再到故事中的其他主演，他们的演绎无不触动人心，同时展现了生活的真实面貌。张钧甯在这部影片中的哭戏更是让她一举成名，她的表演引起了广泛关注，甚至一度登上热搜榜。有些人真的能够在毫不了解背景的情况下，迅速触动观众的情感，让他们瞬间感同身受，泪如雨下。李涵由张钧甯饰演，在影片中看到女儿小童遭到霸凌后，表现出一连串情绪的演绎。张钧甯的精彩演技无可挑剔，她的这段表演让小编联想起了2月份刚刚上映的电影《第20条》。赵丽颖在影片中扮演的聋哑母亲，在遭受欺凌后，竭力表达自己情绪的无奈表情，以及另外2位母亲的情感表达，皆表现得十分精彩。那么，究竟是谁扮演的母亲角色更让人泪下呢？抹杀张钧甯的哭戏。首先，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张钧甯的哭戏。张钧甯在影片中饰演的李涵，是学校里的一名普通校工，同时也是被欺凌受害女生小童的母亲。她把哑巴女儿送进了尖子班，满怀希望地期望她能拥有美好的未来，但首先映入眼帘的却是女儿遭受霸凌的情景。当张钧甯看到女儿被贴在墙上，被他人当作创作工具的那一幕时，尽管无法歇斯底里，他在第6秒钟时的表情，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做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。站在那里，目光呆滞，不敢相信眼前所见，眼眶里却已涌上泪水。这双发红的眼睛生动地传达了心疼、愤怒和震惊等情绪，让观众深刻感受到这些情感的强烈表达。不敢相信自己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女儿被欺负成这样，满眼的心疼。他尽力抑制住内心的情感波动，嘴角微微抽动，心如刀绞，眼泪禁不住流淌，表现出极致克制的悲伤。为了不让女儿看到他悲伤的表情，他强忍着低下头，紧握着女儿的手，然而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般，仍然无法停止流淌。他最终情绪崩溃，无法抑制眼泪，身体颤抖不止，青筋凸显，当时的心情异常悲痛，眼含泪水，抬起头望向女儿。在那一刻，再次看向女儿时，他强忍悲痛，露出了笑容。张钧甯依然沉浸在角色里，即使此时导演喊停，他那深情的笑容仍然让人感到无法防备，看得我心痛无比。完全没有一句台词，却把苦难演绎得无声胜有声，震撼人心，把心碎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光是观看花絮就能深深感受到其中的感染力和动情。这时的场景实在令人心痛，观众的泪水也变得廉价，无助感像潮水般涌上心头。看着自己一手养大的女儿受到如此欺凌，心中的痛苦无需多言。此时此刻，即便隔着屏幕，也能感受到那种令人窒息的无力感。他将一个母亲的真挚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，这一段堪称演技的巅峰。没有一句台词，只见他双眼通红，泪水不住地涌出，但依然强装镇定，安慰着女儿。其实他的内心早已被痛苦撕裂。然而网友对这一段的演绎却褒贬不一。有网友赞叹张钧甯的演技3秒就可以搞哭，也有网友说给他看泪目了。有些网友认为张钧甯在这段演出中表现得过于平静，真正的母亲会情绪失控的。张钧甯想要表现的可能并非平静，而是突然哽咽的无助。当看到女儿被折磨成这样，他最先想到的是如何帮她清理身上的胶水。剪断女儿头发的时候，感觉就像在剪下了张钧甯的心上。在剪头发时，张钧甯手部颤抖的那个细节，也传达了李涵内心的悲伤和愤怒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情绪的爆发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。张钧甯在没有台词的演绎中，
让人深切感受到了一位母亲最深藏的痛苦。第20条，赵丽颖的哭戏。在春节档的第20条中，赵丽颖饰演的母亲郝秀萍同样经历了被迫害的命运，只不过她在影片中是真正的听障人士，所以本身就没有台词。即便如此，赵丽颖还是贡献出了她封神的演技。郝秀萍一登场，无需多言一句台词，观众便潸然泪下。一出场，观众们就忍不住泪流满面，感到无比难受。一方面，赵丽颖的表演与她以往的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；另一方面，郝秀萍作为一个聋哑人，无法开口说话的焦急和即将崩溃的情绪被她演绎得淋漓尽致。面对人贩子拐走她的孩子，她焦急地扑了过去，口中不停地发出呜呜的叫声，完美诠释了一个母亲对孩子即将遭受伤害的真实感受。他成功表现出聋哑人发不出声音时的无助感，甚至劫后余生的慌张与恐惧也没有丝毫表演的痕迹。当郝秀萍发现女儿失踪时，她情绪彻底崩溃，极度焦虑，她的眼神充满了恐惧、无助和焦急。随着内心的慌乱加剧，她的动作也变得愈发激烈。她不停地用手语比划，急切地想要传达自己的意思。那种聋哑人想要表达却无法表达的无力感，实在是太真实了。观众们在郝秀萍衣衫不整地走出被村里恶霸欺辱后的场景中，感受到了母亲的绝望和焦急，这一幕更是引得他们泪流满面。这段充满破碎感的哭戏，让无数观众产生了共鸣，连对手戏的演员潘斌龙也深受感染，脸上明显流露出心碎的表情。赵丽颖凭借精湛的演技，成为了整部电影最引人注目的亮点。许多原本不熟悉她的观众，也因为这部戏而开始认可她的演技。在被逼上天台、绝望的那一刻，她内心既愤怒又恐慌。她同样表现出了无声的苦难，却让人震耳欲聋。她眼含泪水争论的模样，更加真实地展现了郝秀萍的痛苦。张钧甯和赵丽颖均为实力派演员，他们的演技毋庸置疑。张钧甯1秒钟内深刻感受到的是那种无法掩饰的痛苦。作为母亲，她感到自己未能保护好女儿，心中充满了无助。赵丽颖的精湛演技更是令人折服，她所饰演的角色是一个有口难言的聋哑人，演绎得令人动容。她的一连串举动，生动地展现了一个社会底层听障者的辛酸，真是太棒了。两人演技都很出色，赵丽颖的表演更加贴近生活，显得真实，而张钧甯的演技则稍显夸张，更适合电影中的场景。哪位女演员的演绎更让你心动？苦难虽无声，却仿佛震耳欲聋。对此，大家是怎么看呢？欢迎私信留言，我们一起交流。